哦，陈师傅挖鱼塘，只挖腊鱼塘。今天这个老人家叫我给他来挖一个鱼塘，他去年就告诉我要我给他挖一个鱼塘。去年年底的时候，因为比较忙，我就把这个事情忘记了。今年呢，挖机从正月初六开工到现在，基本上没有休息，慢慢的这件事情就被我遗忘了。今天因为刚好在这附近做事，碰到这老人家，我就实在不好意思了。我就问他鱼塘还挖不挖，他说肯定挖，都等了你2个月了。然后我今天挖机刚好也能够安排过来，所以就开过来给他来挖鱼塘。这鱼塘要经过好几户人家的农田蔬菜，老板都提前打好了招呼，直接开过去就行。当看到这鱼塘之后，吓我一跳，这么多稀泥巴，2个月了还是这么稀，这下该怎么办呢？真是为难到我了，四周又不能堆泥巴。开到鱼塘中间之后，直接就挖一斗泥巴往边上甩。当我甩了1斗，准备甩第2斗的时候，发现这泥巴实在是太稀了，只能够帮他把四周加一下固，用力的压，用力的踩，把漏水的地方，那些堤坝快要垮的地方加一下固。虽然这鱼塘干了2个月，但是最近2个月我们湖南的天气基本上都是下雪和下雨，就这里才晴几天，但是这个泥巴有这么深，才晴2、3天是没用的，这个至少要1个星期都要出太阳才行。老板说这里漏水比较严重，然后我就挖了很多稀泥巴，挖在外面，把这个漏水的地方堵起来。我说这个方法也可以，那个水啊，你堵里面没用，你要堵外面，多挖一点稀泥巴堵在外面，那个水不就漏不出了，是不是？然后里面呢，就少一点稀泥巴，稍微的用力踩一下。这个鱼塘因为有5、6年没有加固了，那个堤坝下面都已经是空的了，这种稀泥巴呢，刚好也能够流进去，然后只要稍微用力的一踩一压，既可以防止它漏水，又可以加固堤坝。所以说泥巴稀也不是全是坏处，也有它的好处的一面。这里是一个出水口，因为地势比较低，老板叫我挖一些稀泥巴到上面，把它加高一些。由于这稀泥巴实在是太稀了，也不能加多高，只能够挖1斗到上面，挖第2斗就直接流下来了。这一边老板站的后面是一条水渠，老板说要我还加高一点，防止水渠把堤坝冲垮。然后我就把绝大多数的稀泥巴基本上都堆在这一条堤坝。但是呢，由于稀泥巴实在是太多了，还是有很多稀泥巴没地方放，而我也无能为力呀，因为这稀泥巴老板你不提供一个地方，我也处理不了啊，是不是？这个地方老板说这里漏水比较严重，要我用斗用力的压，然后再挖一些稀泥巴到上面，把这里堆高，把漏水的地方堵住。堆了2茬呢，就又流下来了，这也让我很头痛啊。这一方堤坝看上去呢长满了草，但是你用斗一去挖呢，也是稀泥巴，挖上去流下来，扫上去也是流下来，结果这个堤坝就被我堆了3、4米宽了。老板一直看我在做无用功，所以说要我堆一下这一条堤坝算了。但是我不死心啊，我总想帮老板多消掉一点泥巴。
然后就又挖这个稀泥巴往这些草上面堆，结果堆了几下呢，还是流下来了。老板，我已经尽力了，实在是你的泥巴太稀了。随便扫2下，把这个堤坝护坡搞美观一点。虽然没有效益，但是至少也要老板看着舒服啊，是不是？花这么多 money， 怎么说也要美观一点嘛。所以我就只能在美观上面下功夫了，给它扫漂亮一点。不知不觉这个鱼塘干了9个小时就干完了啊。虽然说泥巴没有挖出来，但是至少不漏水了，老板还是非常满意的。感谢大家的收看。今天我们挖一个不一样的屋场坪，相信大家把这视频看完之后，都会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屋场坪。邻居村里有一个老人，今天上山，然后我要赶在他在山里来之前，给他挖一个屋场。应东家的要求，首先要把这整个屋场上面的树啊、草啊，全部要清理干净。清理干净之后才好放线。方向呢已经定好了，就是我挖几斗旁边的那颗桩。刚说到这桩，就不小心被我碰倒了，顿时对自己的技术很尴尬的。如果到时方向没有挖好的话，不结账，这就很棒了。把场地清好之后，我们就开始挖。首先对着2个桩的方向，在空中放几下，确定好方向无误之后，就开始取土。挖这种屋场取土，每次要小取一点，不能够一下就挖很多土上来，这样呢容易把旁边不要挖的土搞松垮掉，那这屋场就不美观了。然后我们这边的方俗一般是挖2.4米长，80公分宽，刚好就是1斗宽。深度呢基本上要超过2.4米，但是我们挖掘挖一般都在挖3米以上。我们这边风俗就是越深越好，反正都是挖掘挖，何不挖深一点呢？这井我是包挖包回填，东家给我的红包是1680。因为老人马上要上山了，我现在还在挖，所以我得加快速度，取出来的土不能放太远，等下要回填的。挖了10多分钟之后，这个拿尺子的就是我表弟，他量了一下深度，还不到2米深，示意我继续往下面挖，至少要挖到2.8米以上。由于右边有水流进来，所以我现在把土都堆在右边，把水挡在外面，不让它流到这井里面来。又挖了一会儿之后，我弟弟说现在才知道2.5米，要我继续挖。挖这种屋场，我挖过最深的是3.3米，挖机的臂只能伸这么长，如果再往下面挖，就下面挖不平了。所以我们一般挖机挖这个井，挖到2.8米到3米是最好，这样挖出来基本就不用人工去洗，不用人工去修正。快要挖到3米的时候，我叫我表弟又量了一下，表弟说深度是够了，但是右边宽度还是有一点不够，叫我右边再洗一洗。然后我就用右边的那一个牙齿往这边上刨了一下，
把它刨宽一点，然后把里面的碎土取出来，这活就干完了。接下来我们下去看一下成品，挖的值不值。